Good morning。每天早上叫你起床的不是梦想，是鼻塞、鼻涕，还有快递几个喷嚏出去。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根据统计啊，台湾每3个人就有1个鼻子过敏。嘿，他在鼻子过敏发作的时候呢，眼睛、鼻子好痒好痒，打喷嚏、流鼻水一起报到，一包卫生纸一下子就用光光的了，鼻子都擤到红肿脱皮。鼻子不通，只能用嘴巴呼吸。晚上睡觉呢，躺平了之后啊，呼吸困难，整晚翻来翻去，就拍困了。狂打喷嚏，3穴位鼻过敏不发作。现在来讲，鼻子过敏怎么办？有鼻炎啊、鼻窦炎的人啊，他们都叫做鼻子过敏，对不对？好，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啊。假如说当你这个刚刚打喷嚏开始的时候，你立刻做这一件事情，在鼻翼旁边5分这里有2个穴，这2个穴呢叫做迎香穴，你就在迎香穴这样轻轻按压，那就是止住这一次的鼻炎的或者说过敏鼻水呀、或感冒啊或伤风啊这些病情就过去了，这样压一压就过去了。可是万一你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忘记了去压迎香，好，现在开始闹鼻炎了啊！假如说是流鼻水、流鼻涕哈，这个鼻涕呢，浓的鼻涕跟鼻水这2个在中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流鼻水、清鼻水的这一种情况，那么等到你一直在这喷嚏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话，有一个穴叫做内鼻穴，来告诉大家这个穴呢都在耳朵上啊。好，这个内鼻穴它在哪里呢？我们来把耳朵的结构讲给大家听，在耳朵这个地方叫做耳屏啊，就前面这叫耳屏，对面这就叫对耳屏，2个中间呢有一个叫做平肩切肌。好，从平肩切肌往上，在对耳屏上面啊，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给分为上中下3个点，在第2个点，也就是在中间这个点呢，它就叫做内鼻穴。这个内鼻穴啊，它对于这种清水鼻水啊、清水的鼻涕啊是最有效的。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轻轻按下去，就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这样轻轻这样压下去，立刻的你会觉得那个清水啊就不流了，就止住了，而且呢就变干燥了。你知道吗？鼻子的病啊很有意思，流清水鼻涕的这一种叫做风寒的这种问题呢，你只要让它变成为干燥，而且有一点点浓鼻涕出来了，哎，这个病就好了。翻过来，另外一个状况就是鼻，假如说有流那种很浓的浓鼻涕的话，那可以用另外一个穴叫做腹鼻窦穴。腹鼻窦穴在哪个地方呢？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地方是脸，这个地方是耳垂啊，在这个脸跟耳垂之间呢有一条线，这条线的正中心上，这个穴就叫做腹鼻窦穴。而这个腹鼻窦穴啊，它是专门治另外一种叫做鼻渊或者说是流浓鼻涕的这种鼻子的问题啊，它在脸跟耳垂的中间这条线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浓鼻涕就变轻了。变轻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子压右边耳朵的时候，你可以把耳朵就是把这个脸呢歪一下子。这样右边的鼻涕啊就变成水状的流到鼻子里头去，然后可以让它擤掉。那左边的你再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做，就让左边的鼻脓涕变成水状而流出去了。假如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脓涕就好了，而且这也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就是鼻涕从浓变轻，这个病情也好了。所以这很有意思，鼻渊把鼻涕变成鼻水，那鼻炎呢把鼻水变成鼻涕，这个时候这个病情就几乎很快的就完全没有了，完全好了。那这几个方法啊，学会了的时候，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刚刚开始感冒的症状就完完全全解除了。当然了，你要说，哎，我还是不能解除，那你只好去找医生看了，对不对？如果大家是对这个东西了解了以后啊，那么你下一次遇到了在流鼻涕的时候，你按腹鼻窦穴；假如说你遇到了流清水鼻涕的时候，你按内鼻穴，试试看。假如有结果的时候，而且结果是正向的，或者是不正向的，都可以留言给我，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被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按穴而治好呢？
开会的时候品质都公共劳，卫生纸用的张数比提案的 A4 纸还要多，同事们还笑你要不要转行去卖水饺？你看这在擤鼻涕的时候是不是像包水饺一样啊？这难道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人生被牵着鼻子走啊？哎呦，鼻子被牵着走，我看啊，那是鼻子牵着你的人生走，我看是这样子啊。超好用鼻窦炎良方。好，再来讲鼻窦。那鼻窦这个窦什么意思呢？窦它其实就是一个孔，就是一个洞的意思。这个孔洞里头啊都是血液。那假如说病毒病菌啊，要是真正能够侵染到你的鼻窦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鼻窦就产生了所谓的鼻窦炎。而鼻窦呢，它就在这个鼻子这里啊，有几个，有额窦、蝶窦、筛窦和上颚窦啊，有这4个窦。这4个鼻窦它发炎的时候呢，都可以用这个副鼻窦这一个穴道来治疗。我还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啊，我妈妈看到我的鼻子那个时候每天都是流那个浓浓的鼻涕，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讲这叫鼻窦炎，这叫鼻窦炎了怎么办呢？就是要开刀才能治。所以呢，当时我妈妈真的已经准备啊，要开始存钱给我去治这个鼻窦炎了，要准备开刀。还好我家里面那个时候一直都没存到那么多的钱啊，所以呢，后来我这个鼻窦炎呢就一直没有治，一直让我把这个病情带到了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学了针灸，我自己把它治好了。中医在治病的时候啊，其实它不是在治这个病，而是让你的自己的身体产生了一些能力，或者我们叫它叫免疫能力好了，就有了这个足够好的免疫能力，它能够去杀死病菌病毒。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情就解除了。好，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平常的茶来喝。它本来是药方的话呢，它是要把那个打成粉啊，然后量一定要够多。可是呢，我假如说当茶饮的话，我跟你讲量少一点都行。这个茶饮名字叫做玉屏风散，那现在也有人叫它叫免疫茶啊。当然你随便叫什么名字，它主要的就是免疫的。可这个方子呢，注意喉咙痛啊，或者是正在发炎啊，或正在刚刚得的那个急性感冒的时候不要用。还有呢，健康的人当然也可以不必用啊。就是一般容易感冒、容易伤风的这种人呢，就可以吃这个方。而这个玉屏风散呢，非常简单，就只有3味药啊。这3味药就是防风、黄芪、白术，你各拿个10公克，10公克大概就是不到3000啊，2000多一点啊，各拿10公克。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你家里厨房就有的，叫做生姜，生姜那个5公克，然后500-600 cc 一冲，哎，喝了。这个方子呢，就可以保护你不容易流鼻水，不容易得感冒。当然了，你说哎，我配了这个东西，我常常喝，你不要每天喝好不好？你假如说每天喝的话，搞不好哎，你身体太过于壮实，那个时候呢，只要有一点点病菌病毒来了的时候，你马上轰隆轰就跟它呛起来了，结果呢，你也一样会喷嚏连连，那个就不好了。真的吗？鼻子过敏是好事。鼻子过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过敏呢，其实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就是让你警觉到你该躲避那个不好的东西。一般的医生都称为过敏，其实我是这样子想的哈，其实它是敏感，有敏感是好事。遇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自然敏感，其实都是好事儿。可是我们却用一些药物把它给挡住，不让它发生这个过敏啊，不让它发生这种喷嚏，不让它流鼻水，不让它流鼻涕。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长驱直入，进入肺里头，伤到肺，那就很惨了。并且呢，在刚进来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喉头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叫做扁桃腺。扁桃腺它是一个淋巴腺啊，淋巴腺体，它是专门干嘛呢？就是你从鼻子这里进来的空气里头，假如带有病菌的话，带有病毒的话，这个扁桃腺马上反应，就开始我们所谓的发炎。这一发炎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白血球了、什么淋巴球啊等等，就集中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把这个病菌病毒就给挡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哎，扁桃腺怎么这么痛痛的啊？好，你去找中医的话，我告诉你很简单，中医就给你开一点药，帮助你的身体啊，这个例如说有热去热，有寒温寒等等。那结果呢，这个扁桃腺也就自然的就
咽下去了，就不会怎么样。可是呢，在西医的话呢，他会劝你，就是说用抗生素啦，什么东西？用抗生素的确可以杀掉一些病菌，但是病毒它也没办法杀掉。可是当这个人扁桃腺一直在反应，好了，有些医生就说，那干脆动个外科手术把它给割掉吧。嘿，你这割掉了就惨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扁桃腺一旦被割掉了，好，下一次再有病菌病毒进来，你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点这个抵抗的能力都没有，那这不是坏事儿了吗？是不是？狂打喷嚏，提醒你身体冷了。哎，有人说打喷嚏都打到出汗了，怎么还是冷呢？还要我穿衣服啊？哎，我告诉你，你穿一件衣服绝对没错。为什么？就算是出汗，你还是要穿件衣服，因为冷也是造成打喷嚏的很重要的原因。流鼻水、打喷嚏都是敏感的反应，身体呢，它是利用这个方式来保护你啊，赶紧将不好的东西喷出去。这不好的东西当然包括了污染的东西，也包括了冷空气，所以这样子的过敏呢，都不是坏事，都是好事。打喷嚏别用手捏鼻子。我看啊，有一些人在遇到了打喷嚏的时候啊，就是怎么样，本来他马上用这个手啊，就把鼻子捏住了。这一捏住呢，没错，是没有打喷嚏，好像很礼貌，对不对？实际上呢，你知道吗？这个发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一喷的时候呢，因为你塞住它啊，用力把鼻子捏住了，那这个地方的血管呢，突然的砰从喷。被记住，那中间这个血也不能够往外冲，水也不能往外冲，结果呢就往里头冲去了，说不定这个病菌病毒就真的更是长驱直入，所以千万不要。我还是一样。我用中医的方法呢，就是按一下子自己的这个迎香穴。还有，假如条件许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很强烈的哈啾出去呀。但是呢，这是一定要有条件。所谓有条件什么意思？你刚好你一个人独处在这个田野之间，在山林之间，那个时候你突然要打喷嚏了，哈啾一下子就把那个冷空气，还有那些在山里头感染到的病菌、病毒等等，一下子喷出去。假如能够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你打完了这很大声打完了这喷嚏，结果呢，这个病就根本一下子就没了。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记得请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IG 跟 Podcast 频道。谢谢大家，拜拜。